凌晨的班机放了超多油。你看它的个头，本根居碗仔翅，还有一些葱的广州有时候。这是他们，感觉就是超脆，麻糊还有非常好吃的面包，广式辣椒酱。现在在排队准备 check in 我们的行李，然后呢，我好累，不太喜欢赶早上的飞机，我感觉凌晨的班机都没有比早上的班机累，早起真的是太痛苦了。欢迎大家这次观看我重回广州吃喝喝 vlog 啦！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想念他们的外卖还有奶茶，所以这一次重回广州，立誓要把之前刷到的所有的好吃餐厅一并去吃完。感觉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吃麦当劳的粥了。早起真的是太累了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本来就不是早睡的人，所以卡在这种很奇怪的时间，反而要睡不睡的赶航班，超级无敌困。但依旧不影响我上期先妹妹吃饱一顿。拿完行李啦，我们有超级多的行李。Come to 广州来，我们约了个车，然后呢，现在打算就打车到我们的酒店，先办理入住，放了行李之后再看看什么行程吧。我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酒店，然后呢，我跟前台要了一张纸跟笔，因为我的快递实在是太多了，然后他让我写下来，写得满满登登的。鬼知道我已经有多长的时间没有用笔写字了，写的那个字真的是超级无敌爆炸丑。老规矩，先来开箱一下这一次住的酒店的房间。大门开到来，直走左边有一个全身镜 ，nice。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在玄关放的这种特别大的全身镜，可以感觉每天在那边补个妆之类的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天哪，空间好大！住的全季酒店，它竟然有给我们一个额外的桌子，还有一个沙发，而且它的房型感觉是空间。比我在成都住的大多了，天哪，我好喜欢！然后呢，右边水吧台有一个小冰箱，给超多水。全季酒店真的是非常舍得给超级多水。这是啥？哦，这开不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室内拖鞋，上边还可以挂一个衣服。哦，这空间感超大，它左右两边都有位置给你走动，然后这过道也很大，然后这边还可以给你放行李。看一下厕所，厕所很重要，非常干净。怎么说呢？它这个洗漱台也很大。然后你知道女生嘛，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那种厕所给你的那个洗漱台的空间不会很小。那么呢，我在那边放一些护肤品啊还是什么的话，我在那边洗漱也不会弄湿。左边呢是马桶，然后呢，把门关起来一下。这边呢就是可以在那边洗澡。它的干湿分离，就是一个是在左边的，一个是在右边的，有中间给你刷牙。酒店前台已经帮我把所有的快递都找出来了，然后它巨大一个，超重，可能这样子看它有点少，我找给你们看它多么的大。超大，真的有用哎！真的是每次来中国就超爱，先买了一堆的快递，然后把他们送到酒店，然后在酒店拆快递，超爽。然后现在是晚上8点，快8点半了。我们打算先小小的休息一下，休息完了之后呢，直接出发去吃晚餐。因为我们从白云机场出到来已经是7点了，司机把我们一路接送到酒店办理入住，耽误了一点点的时间。然后现在已经是8点半，我超级无敌爆炸饿。虽然感觉今天一到机场就是吃早餐，然后上飞机又吃航班的食物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很饿。它太多了，先把它放在
这边吧，我现在出去吃饭了，我快饿死了已经。路过一家便利商店，看到了 M&M 的冰淇淋。哦，哇，季节限定的。是季节限定。它是啊，在马来西亚就是啊。他要写季节限定才是季节限定。在马来西亚我都没有看过几次哎。我买了几个给你？可是它不是每一次都有。我最后决定还是拿这一个，因为我之前每次刷抖音，我都看到有人一直吃这种看起来撒了超多辣椒粉的薯片，然后它的包装就是这种没有这种花里胡哨，就是这种红色的包装，透明的包装。然后我看着馋的要死，决定试一下，看它好不好吃。我到广州的第一个零食，试试看它的土豆片，很重的辣椒粉。它感觉就是辣椒面的味道会很重，完全没有那种薯片的咸味，好吃。落地广州的第一顿晚餐必须去吃一家很好吃的粤菜，这家是小蔡常看托总 vlog 常常去吃我推荐给大家的餐厅。本来实在馋的不行，让我第一天就安排带他去吃，结果他的菜单打开起来，所有的菜看起来就很好吃。虽然是刚落地广州，但是还是把所有该吃的粤菜都点了。我们6个人一共点了9道菜，而且他们家的雨神是点了直接来2大盘的那种。服务员还给我们展示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吃。总之就是把所有的配菜全部加在一起，到最后看你喜欢加的是油还是酱油。我们还点了烧鹅还有鱼皮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多么迫不及待把整个广州装进我们的胃里。不得不说他们的炒牛河真的是我的最爱，吃了一遍简直天天都想要回来吃他们家炒牛河。牛肉哦，它牛肉哪吃？它干炒牛河里面的牛肉超香，爆香，而且它的酱味很重哎，而且它的面放了超多油，它就是那种爆油、爆香、爆锅气。通常这种民间美食，我一直以为只有小档口才会炒的最好吃，没想到炳胜公馆做的很好吃，完完全全符合广东人口中说的炒河粉应该有的好吃特质，简直好吃到直接关盘行动再点多一盘的程度。真的是一口吃下去满嘴的油，看起来好香。试一下它的茄子，上面还淋了酱，看起来是这种微微炸过的。它外面的那个酱吃下去，一开始我以为是 goreng pisang。它外面的酱很好吃耶，里面是超软的。我吃不出来它外面的酱是怎样，但是那种咸咸，然后有点甜的感觉。我觉得搭配很奇妙哎。接着来吃烤鱼肉，这相对来说稍微普通很多，主要是全部的炒牛河还有炸茄子太好吃了，它吃起来就是那种平平淡淡的美食就煎鱼。但这个豆腐包很好吃，它里面加了蘑菇还有羊肚菌，还是那种偏粘稠的汁。我们虽然没有点白饭，但是这道菜感觉拌饭一起吃就很下饭。短短的豆腐。然后豆腐超嫩，它外面这个皮又能吸那个粘稠的汤汁，所以很好吃。羊肚菌都有。虽然我们后面的行程还是有去找烧鹅吃，但是我依然觉得他们家的烧鹅还是我心目中的 top。鱼生的话，之前在顺德也有吃过，但是我总感觉上一次的没有这一家的好吃。它这里的配菜稍微多一点，而且会把鱼生本身的鲜甜味提升出来，配着生姜还有花生吃，确实很香。它鱼生超嫩，然后搭配它的洋葱又有点甜甜，然后有点鲜。点了一个鱼皮，然后还有皮蛋，淋了一些酱油。鱼皮也是我第2次吃，但我还是没有 get 到它的吃法，可能我就不适合吃这道菜。它酱油里面好像还搭配了一些陈醋，光看颜色的话还真看不出来。在这3道有关鱼的料理，还是最喜欢的是鱼生。后面的炸鱼排有撒了一些柚盐，有感觉比较好吃一点，但它里面有很多细小的骨头，吃法还是感觉有点麻烦的。可是吃起来很脆，味道偏普通，但口感还不错。我们还点了超大的菠萝包，你看它的个头。我们来试一下菠萝包，而且它旁边超软，容易留一下那个印。上面闻起来跟那种香港的菠萝包比较不一样一点。它里面是菠萝的馅料，它这边的话旁边面包的感觉比较多一些，那个菠萝上面那个脆皮相对来说那个范围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它的面包很绵密耶，再加上是菠萝馅料，它跟那种港式的菠萝包比较不一样一些。第一次吃有馅料的菠萝包，之前去那种港式茶餐厅吃的是完全是没有馅料的，而且它的确吃起来是比较面包一点点，口感也比较像。
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它上面这个菠萝的那个特色比较少一些，因为它有馅料。如果是全覆盖的话，再加上馅料，可能就会比较腻了。那茶杯超可爱，这么小一个，那茶也不错。而且这家店开到凌晨4点，你想看一下，凌晨4点可以吃到这么丰盛，哇，超幸福。Good morning， 我刚起床，但是呢，现在已经是中午2点了。因为昨天吃完晚餐之后，我们在附近逛了逛，结果没注意到时间已经凌晨3点了。然后回到酒店收拾完、洗漱完，上床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早上5点了。然后今天起的就特别晚，这也是昨天晚上回来之后我拆的快递，大部分都是一些美妆用品。我买了好多这些假睫毛、穿戴甲，以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我的猫买了一个逗猫棒，反正就是它的逗猫棒已经坏了，然后给它买了一个。我现在化好妆了，然后呢，我想要猜一下我新买的这个持光固体唇蜜。记得我买的色号好像是比较偏日常用的，一个是 L038，还有一个是比较适合秋冬的 L300。我感觉金色还是挺好看的，它的外壳。而且颜色上起来超润的。我买的这款038色号，它就真的超适合日常，你就算是素颜涂也可以。然后这款 L101呢，感觉它的颜色会比较元气一点，它的红是这种比较偏橘色的。上嘴给你们看一下。它这种的话就会感觉比较显气色一点，然后我是这种黄黑皮的话，感觉也是有点小俏皮啊，这颜色也好美哦。现在是中午3点半，今天的广州难得出大太阳，昨天到的时候都是灰蒙蒙一片的。我们今天第一餐来吃拉伊饭。这家靠近永庆坊的面馆真的超级无敌多人，然后店家就把所有的桌子摊出来给大家坐在边边上锁面条，而且当时天气也非常凉快，超适合吃这种饱腹感很强的碳水餐。我们点的这个应该是牛腩，然后还点了一个炸云吞，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它上面感觉上就是撒了一些苦菜，然后它的面是这种比较粗一点的。这个就是拌好后的样子啦。不好意思各位，小少爷说这碗才是来饭，然后这个是肉米，一直以为这个是来饭呢，会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来饭。OK， 很大的乌龙，很像粥的味道。这是搅拌完之后的，它味道很不错，吃起来有点像粥的感觉。我觉得你早餐会很喜欢吃这种味道。我打算加一点点的辣椒，但是它原味很好吃，所以我怕破坏到它的味道，所以我就加在这里试试看。加了辣椒的看起来很不错，是它的辣椒有一点点刀洗的味道。哦，跟昨天那个像。广式辣椒酱，像蘑菇，难怪它这样鲜。它里面有放小虾米跟香菇，所以吃起来蛮鲜的。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汤他们是怎么调的，巨好吃。你们真的要去试一下我手上的这碗濑粉，它真的太适合作为第一餐拿来垫胃了。淡淡的香气吃下去直接胃口大开，而且吃完整个胃暖暖的就很舒服。试一下牛腩粉，它牛腩味道真的是很重很重。看到很多人叫的捞粉上面有猪脚、猪手捞粉，可是它的猪手是那种很红很红。那这个牛的味道有点重，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吃牛味重一点的牛腩。但如果你是比较重口味的话，你就很喜欢它的牛腩。而且这种面条超瓜汁，基本上C6的每一口都能吃到牛腩汁，超顶。炸碗汤，他们有炸物，所以我们也点了。这种炸云吞，把边边炸的比较薄的，皮又薄，馅料又好吃。我感觉我一个人能干完这盘炸云吞。外面的街道上还有那些桌鱼罗，他们就在那边锁面，然后在这种凉凉天气上面锁面就很爽。
点了杯奶茶，来广州的第一杯奶茶献给了一点点。其实刚刚在点的时候，我想要喝的是那个茶梨仪式，因为它就是这个广州有时候它是特别好喝的。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慢慢往永庆坊的方向回逛。刚好太阳在慢慢下山，而且永庆坊本身周围也很热闹。除了从精致咖啡馆到本地广式美食档口之外，附近还有博物馆，还有非遗展示厅。尤其是这边还有很多结合广式文化的文创店，真的很好逛。哪怕我是回逛第2次，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新东西可以看。我们来买 DQ。这款迪拜巧克力开心果的冰淇淋看起来很好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广州 DQ 就是特别好吃，但这个口味我之前完全没有看过，而且这个巧克力甜度调得很好，我真的很爱吃任何有加开心果的冰淇淋。我感觉发明这个冰淇淋口味的人吃商极高，而且在这边总有一种生活文化碰撞感，尤其是每次手上捧着一个冰淇淋或者是一杯饮料，以为我在进行一个非常年轻化的 City Walk 的时候，扭头一看，却看到广州西关岭南文化相关的传统公寓还有民宿，那种体验感真的是非常的不一般。修买，这好看哎！一个可以被打开的冰箱贴，也能把它给关上，超可爱。为什么这边能买到香港的冰箱贴？这是咖喱鱼蛋哎，拿咖喱鱼蛋。你今天离交友不宜悲伤，不宜悲伤。我现在，你要是不给我买包包，我就会很悲伤。不宜悲伤，所以不要悲伤。我们倒回来这家元阳买它的冻柠茶，因为刚刚我们路过的时候闻到超香，而且蛮便宜的，一杯才10块。它说啥甜，港式，超港式。You like it? So far 同嘅 feeling 啊。它不难喝，但是呢，还是打败不了在大马超级喜欢的一家茶餐室的冻柠茶，而且茶味比较重，那个是柠檬，对，我们那个是柠檬，有一点柠檬酸，但是那个甜就调到很快。它的茶不美。终于看到了小少爷最爱的宠物，你喜欢这个吗？送给你哦。我請你食麵包啊！你俾我500蚊得唔得啊？我菜心不嚟換啊！你是打劫嗎？你這個劫匪！晚上的话呢，我们就回到天河区来吃大排档。这一家在小红书推荐榜上真的是超有名，有很多的海鲜大炒，而且感觉来了广州这种城市，更应该过来吃这种深夜大排档，吃一口大热炒，再喝小酒，生活超惬意。我们的晚餐超丰盛的，有虾，有猪手，有鱼，还有这个鱿鱼须。完了之后呢，还点他们的炒米粉，然后据说是在这家这炒米粉是超火的。他刚刚上来的时候感觉也很好吃，晚上也吃得很香，因为广州的大排档味道其实和马来西亚的没有相差很远，而且这边调味也基本上都是有用黑胡椒或者是干香的做法去做，感觉每次来广州基本上都不会碰上一些饮食文化不同的概念。但我发现我其实还是最爱他们的，无论是大炒面还是大炒牛河，任何的面类只要经过他们的大炒，我都很爱吃。Good morning, guys！ 现在是早上10点。今天穿了一个橘黄色的毛衣，搭了昨天的这个灰色短裤。今天就打算去西华路随便吃逛逛。总的来说，还是属于一个非常 chill 的一天。但是基本上在广州都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安排，基本上就是一起床就吃喝喝，然后随便走走什么的，就非常的悠闲。
买了一个小饼，这是梅干菜馅料的，超饱哎！这早餐店跟烤饼店都在我酒店楼下，然后呢，到酒店的第一碗小少爷就心心念念想吃到现在，今天终于给他吃到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面吃这个饼，一面在等车打车到西华路。試下肉包菜包咯，啱啱出爐冇幾耐，其他嘢冇。老板推荐的芝麻酥，哦，很像炸馒头，很好吃哦，出去哦，还是买某试一下上麦。从西华路下车都还没有开始逛，就已经被隔壁的早餐店吸引住了。但说实话，老广的早餐本来就非常具有诱惑力。西华路这一带真的非常热闹，而且我们很早出门，恰好这边也有早市，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出来买菜啊，然后所有新鲜烘焙的食物全摆出来，香味全部铺满整个街道。随机逛逛，买了一家碗仔翅，单手操作吗？有点难。这碗看起来也很不错哎，上面撒了胡椒粉，还有一些葱花，感觉就是超有食欲的。而且还有小小的鱼卵的样子。你看它有一种这种小小非常小个的那种鱼仔的感觉，而且它的葱花存在感有点强。这里看起来很像那种传统早市的小巷子哎，感觉烟火气息非常的重。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它看起来就特别好吃，有点像那种猪排包的感觉，所以就买了。而且它打开出来那个肉香跟面包香超级无敌浓的，而且它莫名其妙的跟我今天的衣服超配的。这个肉饼有点像那种广式鱼饼的味道，而且它其实原本就是鱼饼，但是我记得它那边写的是猪肉。它面包底部好像还擦了非常浅的那种美乃滋，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甜，还不错吃，非常好吃的面包。广式腊肠，它全都被串成一串串的，可是这个颜色超鲜艳的，感觉就很好吃。而且这个蛋黄盏是什么？看起来就很特别，写的是非遗广式辣味，整个咸蛋黄还有肥瘦的腊肉合在一起的，可是看起来好特别哦，我之前完全就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我们一路呢就在这个西华路这边一直逛，找了一家煎饺店，然后坐下来吃。我感觉西华路这边其实聚集了很多这种非常地道的广式小吃，感觉这种本土风味也比较浓郁一点，比起我们前2天活动的地方，因为前2天我们基本上活动的地方都在天河区。我们的煎饺来啦！在煎饺店给的酱料很齐全诶，醋、甜辣酱、酱油，还有这种芥末油都有，超多。我今天日抛戴起来太干了，我就把它重新摘掉。逛了一路的西华路，它就一直超干，然后终于忍不住把它拿掉。现在呢，我要来吃煎饺。我想要先吃原味的，不点任何的蘸料。虽然它给蘸料真的是超级多，但超油哎。里面超烫，而且后面背面全是油的。这是什么馅料？竹笋吗？感觉是笋的馅料。先来试一下沾这个食醋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講嘢，这个馅料跟普通那种韭菜猪肉、白菜猪肉都不太一样，它真的是里面有放竹笋，它味道蛮重的，而且它很油。它捧上来的时候吃下去也是很热，它里面是有很汁水很足。我感觉加的很多，吃吧，好吃吗？会很辣吗？OK， 感觉不是那么好吃，好吃你早就说了。它的雪花炸的就是非常的完美，也非常的大片。刚才吃的时候感觉就是超脆的。OK， 冇問題。很脆，超脆。嗰支油啊，以後冇買嗰支。哦，嚟啊！你啦，點解啊？哦，試咯。哦，你試下。我係冇。
一路上吃了这么多咸口的东西，就想要吃点甜的。刚好在西华路有看到这一家手磨芝麻糊，所以打算进去来吃一下。好，来西华路吃甜品喽。我们点了一个芝麻糊，还有一个花生糊，感觉它是那种超粘稠的，试吃一下。其实我不太懂得品甜品，我感觉黑芝麻糊、花生糊其实都差不多一样，只是看哪一家是比较浓稠，哪一家是比较水一些。我感觉都一样好吃。我刚看到前面好像还可以加2粒汤圆，但是我们没有点汤圆。它加了这个芝麻，我吃不到花生糊的味道，可是还是花生比较多一点。要搅，我拿很下来。感觉有一点点的小可惜是，虽然是花生糊，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吃到花生的味道，反而只是吃到芝麻的味道。但是我刚刚吃了他们这个花生糊，我觉得其实还是蛮不错的。它完全不是那种很齁的，也不是那种特别锁喉的那种齁感，它起码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种。单论芝麻来说的话，它芝麻就超好吃。我本身吃花生糊会稍微少一些，所以我不太能去对比它花生糊是不是就是做的特别香。但它这边的花生糊不是那种磨的特别的实，它还会保留一些花生的颗粒感在里面。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。该说不说，它芝麻还是磨得很香，所以就是买了几包这些芝麻粉、杏仁粉什么的回家吃。顺带一提，它的马蹄水其实超好喝，因为它里面还有放一些小玉米粒，喝起来超清爽，还有玉米的香甜味。我第一次喝马蹄水，我不知道原来是如此的好喝。我觉得它加的那个玉米粒是精髓，真的是太好喝了。这个很推荐。说实话，西华路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逛，所有东西这样子顺着吃下来，真的有种吃出那种老广本地 local 的感觉。接着打算在西华路吃的最后一餐就是他们的牛腩粉，还有广式居居包。一进门就看到很多奖牌，感觉来头就很大。我们还点了一个姐姐包，其实真的有一点吃不下了，但是来都来了，我们来浅浅的尝个味。果条比较硬的喝口它的汤。牛肉汤有放一点胡椒味，牛肉有点甜啊。它居居包里面有放肠粉，吸满居居包汤汁的肠粉，就好像是我到广州第一次吃的这口肠粉，虽然是在居居包里面吃到的。酱汁被这个肠粉吸了，感觉有点甜的。可是它酱油味好吃，居居包的酱也是甜的，跟牛肉面的牛肉卤出来的牛肉汁也是甜的，但是这两者的甜是不一样。牛肉面的甜是比较偏向酱油味的那种酱甜，居居包这种甜味我有一点比喻不出来，真的有点比较偏向甜酱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又没有甜酱那种甜腻感。感觉如果我很饿的话，点了一碗白饭，然后点这个居居包，拿那个汁捞饭，应该会很好吃。可以吃一块的肠粉好了，决定放弃它的牛肉，因为太大块了，我有点吃不下了。吃一口它的牛筋。我们从早上吃到现在中午2点还在吃，西华路真的很爱吃哎。我们原本呢是要去吃烧鸡，但是呢吃了这个牛腩粉跟居居包之后呢，真的是超级无敌饱。我们决定先去陈家市附近走走逛逛消食，因为我们真的是一路上都一直在吃，然后没有什么机会消食。我们现在打好车咯，然后呢我们等车的地方呢是在一个杂货铺面前，然后这杂货铺的感觉真的很有那种80年代的既视感。所以潮州嘅食，我哋呢種市場係可以留意下左右兩邊嘅。首先，果之餘夫婦佢哋正中央呢個畫面當中台尖令嘅咧，佢就係用嘅對面我哋介紹神話嘅製作方式，用金子刻，總共都刻咗係11隻龍。